两位是哪年认识的？10年初。在哪儿认识的呀？我们是在互联网上认识的，聊了2、3个月，就是我去见他。那段时间呢，是我跟我前女友刚刚分手，就是那段时间心里边吧挺不舒服的，就是挺压抑的，然后就上网上去聊天嘛，刚好就是碰见他了，当时聊的吧也挺投机。后来就是他那个从大连来金陵看我嘛，因为我以前没有谈过恋爱嘛，所以他就是初恋啊？对呀，所以他29岁，3年前26岁才第一次谈恋爱。对，所以他千里迢迢看我，我就是那个当时挺感动的嘛。经过一段时间了解吧，我感觉这个人还不错。后来呢？后来他就要求我一起跟他去大连发展嘛。当时呢，我也是在犹豫嘛，因为我母亲不是很同意。为什么？因为家里就一个女儿嘛，所以母亲那个不愿意我远嫁。其实我从小就是，特别听话，也没有那个跟母亲那个顶过嘴。但是因为这事就是和我母亲闹得特别僵啊。然后跟他一起来大连之后呢，因为母亲因为这事也生病了，就是那个比较严重，就是抑郁症。用我们现在的话理解叫私奔了，是吧？对，因为你们的私奔导致你母亲生病了，是吧？是这意思吧？是的。跟他私奔的时候知道他有孩子吗？是在后期我们相处有时候很久之后才知道的。大概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知道他有孩子？同居之后吧才知道的。就一开始我跟他聊天的时候啊，那个我也没告诉他说我有孩子，因为那个我觉得吧，如果我们2个人好，如果我们2个人相爱了，我觉得他能接受我。爱屋及乌嘛，我想他应该也能接受我的孩子。你问过他有没有孩子的事儿吗？问过。我没有问过，所以我就觉得他骗我。所以当时我知道这事的时候，我就特别生气，因为我就感觉我这个爱情是从欺骗开始的。你孩子多大？今年11岁了。你今年不才30吗？我19就有我家的孩子了。没结婚？没结婚，我跟我的前女友也没有结婚。那这孩子跟谁啊？这孩子现在是一直跟着我。那到了大连，你没发现他孩子吗？不是孩子。我看见这个孩子，但是他跟我介绍，当时他跟我说是他姐姐家的孩子。因为我怕他一寻思啊，我一个小姑娘一进门当后妈，我就怕他知道了离开我，所以我就没告诉他。那我就想知道了，你第一次知道这个孩子不是他姐姐的孩子，是在什么时候啊？在一起3年左右吧。就是有一次呢，我还有他的哥们儿，我们一起就是上 KTV 去唱 K 嘛。他哥们儿就是坐在我身旁，就说说叶子说你要考虑清楚，说其实这个孩子吧就是那个飞哥的，其实他们就管叫飞哥嘛，说你要考虑清楚，说你到底说愿不愿意说的就给人家当后妈怎么的。当时我还以为他喝多了，我就又问了一句，我说你在说什么他说的我说的是真的。就是当时我就脑子一片空白。从 KTV 出来之后，回家的路上我就问他了，说实话，这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？然后后期他就承认了，然后我就坐在路边哭，他也哭了，就是哭的就是挺伤心的。说那个孩子从小没有妈，就挺可怜的那种。我也特别的心软然后后来就接受他了。接受孩子了？那你现在跟孩子的关系怎么样？现在呢，我跟孩子关系也不是很好，因为孩子就是那个从小没有妈妈嘛，就是没有人管教的，他就是那个毛病特别多，比如说就是那个他吃饭的时候总是帮在这敲碗，然后我说你别敲，好好吃饭，然后他还说什么。你看你这孩子不就这样吗？还是我就感觉他的教育方法有问题。他就是小孩，我就想好好的把他给我教养一个就是特别懂事的孩子。我并不是说的因为说的后妈我不喜欢这孩子，我就是想好好教养他，但是他总是在溺爱。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说，实际当你知道了他有一个孩子之后，经过了一段时间，你也接受了他有孩子这个事实了？是的。那你们今天为什么来呢？就是因为我要和他分手，他又不同意。你想跟他分手？因为他根本就不在乎我。就是比如说在教育孩子方面吧，这孩子爱撒谎，就是除了孩子的教育还有什么问题？他在那个外人面前说我不是那个孩子的后妈，也不要叫什么阿姨，还给我介绍说在保姆，不会介绍说我是孩子的后妈。如果说不认识他，还会介绍我是他女朋友。是这样的，就是我家的孩子吧，跟我是一样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的父母也是离异的。就是我妈妈离开我的时候，那段时间我在学校，同学就是看着我那种眼光，就是非常那种异样，你知道吗？我这心理上应该说是，多少还是受到一些那个就是阴影。今天呢，我的孩子跟我一样，也是没有亲妈，我也是怕那个就是别的同学去笑话他，所以说我一直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说是他没有妈妈，或者说他有一个后妈。
所以说就是在只要是他出现的时候，我只能这么说这是我们家的保姆。那在这2年期间，你提出过跟他结婚吗？没有，他根本就不想和我结婚，也不想不想跟你结婚，我想跟你结婚，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准备还不够。你想准备什么？最起码吧，经济收入上应该是说再好一点，我们才能结婚。你还是找借口吗？经济收入我在乎过你的经济收入吗？你说你什么都没有，都接受了，你还有孩子我也接受了，你还说你还要怎么样？我只是觉得吧，我们还应该再相处。咱俩现在年收入你也知道，还不到10万块钱。再说咱家这个孩子，他马上就要小学，马上毕业了，马上升初中了。好吧，以后以前地方也挺多。说到底，你还是这么自私，就是为了你自己的孩子着想。好，我再问问啊，退2万步说，人家不跟你分手，跟你结婚了以后，你们还要孩子吗？那就是以后的事情了。他根本就不想和我要孩子。为什么你这么说？因为就是有一次呢，我就发现自己意外就是怀孕了，就是当时我就特别高兴，我就想我就不顾一切，就希望他能跟我领个证，然后把这孩子生下来。结果他又骗我把这孩子打掉，因为我是做美容的嘛，他说美容有化学物品，孩子不能要。当时呢，我还相信他是因为爱我，但是经过那么长时间的相处，我才发现他根本就是不想和我要孩子。他刚才说了，你压根儿就不想要孩子，是还是不是？你告诉我现在不想要孩子。你什么时候想要？我想等一等，再好一好。你再怎么等？你再等什么？我现在都30了，再等几年都40、50还能生吗？你感觉他不太愿意要孩子是吧？他曾经跟我表示过，说什么啊？要是说要了孩子之后，他是怀疑说我不能对他现在的孩子好。其实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他不了解我。他跟你谈过这个话是吧？是的，我问过他。那现在孩子的生母跟孩子还有联系吗？偶尔有联系。你跟孩子的生母还有联系吗？我跟他生母没有联系了。他在撒谎，你还说没有联系？怎么没有联系？你微信上呢说什么妈妈，不就是他吗？然后我发现的时候，我问他，我说你告诉我说你们从来不联系，我说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他说啊，这是我妈。他告诉我是他妈。完了，后来有一次呢，我发现那孩子就是拿那个手机在那边就是偷偷的，就是讲话，然后我才知道说什么原来是孩子的妈妈。你跟你儿子一个妈呀？就算是跟他联系了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不是你大那孩子毕竟是他亲生的，他们联系有什么呀？那孩子还想着亲妈呢，孩子不想亲妈吗？我也没不让他想，我有不让他想吗？我以前是不是让你跟他妈打电话？是不是我主动的？我这么大度，我还跟他妈通电话，我说你回来看看孩子，他自己不回来，3年也不出现，然后是我一直照顾孩子。结果孩子过生日的时候说什么？妈妈没有回来陪我过生日，都是因为你，好像是我是你们家的第三者一样。那是孩子说的，你跟他叫什么？他叫什么劲？他已经11岁了，他不懂事吗？兄弟，其实无所谓嘛，有联系归有联系，你为什么要欺骗他呢？我主要是怕他生气，我就怕他就是离开我嘛。我现在我真挺喜欢他这个人的。那他要孩子，你就跟他要一个呗。他要跟你领结婚证，你就跟他领一个。那你为什么既不领结婚证，也不要孩子呢？因为吧，我觉得，反正经济基础上应该说是还是有一些问题的。你别说这个经济基础，你19岁没经济基础，你不照样把孩子生了吗？我就是想等一等，等到什么时候？就我想吧，就算要有孩，最低咱们也得等5年以后吧。那5年以后他多大了？35岁，35岁应该也。你不觉得你太自私了吗？除了他对你欺骗之外，在现实生活里他对你好吗？没有，就是真正生活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他还是对我就是挺关心的。但是之后我们就是真正生活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他很少，因为我们之间还有孩子嘛，就是他就是比较溺爱这孩子。我每次管教这孩子的时候，他都会来反驳我。其实我并不是说看不上这孩子，因为孩子毛病多嘛，我想把他改掉。最可气的一次就是什么呢？因为有一次我做了很多好吃的，就是给他孩子，想让他带到学校去。然后结果这孩子就是因为我们家住在11楼嘛，就是开窗就唰就扔下去了。然后你说就是挺危险的嘛，因为他惯力挺大的。你说大到人怎么办呀？就是我当时就是特别生气。那实际上面就是说，你们俩在交往之后，因为这个孩子而影响了你们俩的感情，对吧？是的。那你们俩之间平常有没有吵架、动手这样的行为？有啊，就是因为这次嘛，就说因为孩子是往那个窗下扔东西嘛，然后我就特别生气，我就顺手打了他一下，他接我过来拽着我的胳膊，就是用力把我推倒。当时我不是生气吗？我不生气我能打你吗？好。那孩子11岁了，那么大孩子，我从来都没舍得打一下。你再说你，那我长这么大，我爸妈还没打过我呢，你凭什么呀？你站在你那个角度上想想，你首先你是后妈，你打他会记你一辈子的。兄弟，人家没跟你结婚呢。所以说，正是因为后不后妈的问题。
如果是亲妈，比如说打他一下，我怎么打他？谁能说出什么？我是为了教育他，怎么我又没有使劲打他？他那么从两人动就他就做对了吗？不吵，听明白了啊！你想走？是的，但是我有时候我以前也走过，就是我就偷偷的离开过他，但是他每次都能找到我，去我工作的地方打扰我，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工作，所以我才就是想借今天节目来帮我们调解一下。兄弟，你的意见和态度呢？我的意见就是暂时还不能结婚，但是我们可以也不分手啊，也不分手，我们可以先处着，彼此再了解。行了，你别说了，你再说全场的观众能把你打死。来，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林老师，哎呀，我都真的听不下去了。我要是你兄弟，我都没脸站在这儿，从头到尾还嘚啵还说呢。哪一件事你是对他真心的呀？但是我对他我还是很爱他的。那是爱吗？不仗义啊，兄弟！你有什么情况跟人家说清楚嘛？人家是个大姑娘。我跟他说清楚，怕他不同意。那你就是骗了啊？也不算骗吧，这还不骗啊？我想这是善意的谎言嘛。你呀，还在狡辩。说实话，你们俩没什么说的了。这个女的呀，挺可怜的，现在这还是幻想做梦。你俩不可能有结果，就是无限制的推，他压根儿没想跟你结婚，让你生孩子，他拖着你35岁，那你不全耽误了吗？他要真心爱你，早就跟你应该有个交代，跟你说清楚我们的计划，我们什么时候结婚？10万块钱不能结婚吗？1万块钱可以结婚吗？这都不是理由，你一直在狡辩，其实大家听得都很清楚，你俩这么下去，对你对他没有任何好处。有人不顾家里的反对，非要当一个疯子，原因是因为一个骗子，结果发现自己是一傻子。说的就是你。你以为你是后妈吗？他不给你婚姻的保证，不给你名分，根本就不爱你。你不是后妈，你是奶妈。他其实现在就是想把你当一个奶妈，当一个佣人。其实当我一个人就是一个人静静的时候，我也想过这个问题，但是我也曾经问过他。他说他是因为你问一个骗子，他能告诉你什么实话吗？你应该问自己，你应该让自己清醒。我也并不是真的。你住口！你应该让自己清醒。现在30岁了，你应该有是非黑白的判别能力了。他不能给一个女人提供完整的家庭，但让一个女人生下了一个小孩，那是不负责任的混蛋。他不给一个女人生孩子的权利，他就是彻头彻尾的一个混账，一个混蛋加混账。你看上他哪一点？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初恋给了他吗？或许有这个原因吧，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仅仅就是这个原因。如果说一开始因为初恋，你没有辨别他是骗子的一个真相，他有孩子，他经济上也不像他所夸大的那样，说你是单纯，我们接受。但是现在不能给你婚姻，不能给你未来，连孩子也不让你生，这么自私自利的一个人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你这么糊涂呢？一个女人有自己的爱的权利，有生小孩的权利，但是千万不要滥用，要用在正确的人身上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跟他说拜拜，去追求自己的幸福。咱们两个都是女人，我觉得做女人有很多标准。我可以找一个没有钱的男人，我可以找一个不帅的男人，我可以找一个不会哄我的男人，但是我一定要找一个尊重我的男人。他跟你在一起，当孩子犯错的时候，你给了孩子轻轻一拍，他反过头来使劲推你，在孩子面前他就已经表现不尊重你。然后并且他在所有的生活点点滴滴，包括在今天台上，他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对女性或者对你的尊重。这样的男人说实话给我也不要，或者他在你的面前站着，你都会嫌他碍眼儿。所以我觉得对于女人来讲，你不管找什么样的男人，尊重你的男人是最值得你去爱的。如果你不能找到这样的男人的话，那你就重新去慢慢的等待，去先做自己。不管你现在29岁也好，还是未来39岁也好，你慢慢的做到你自己，做成一个独立的女人，你就会真正的从心里边感觉生活是快乐的。而对于他来讲，我觉得说实话，今天大家都很反对你，是因为你一直在狡辩，一直在狡辩。我想做男人可能最重要的，除了尊重女人以外，还有一个是做男人一定要顶天立地，说话要能够算话。可是如果你真的不能给这个女人她想要的一个未来的话，你不如就踏踏实实说，我真的就是把你当做家里的一个保姆，我没有办法期许你未来，
你就踏踏实实跟他分手，干干脆脆的，不要在这儿拖泥带水。一个女人没有多少5年可以耗，如果你再跟他说我再给你5年时间，等到35岁我可能再跟你婚姻的话，说实话，对一个女人来讲，我们担不起那么多的风险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今天你真的想要证明你是个男人的话，你给他一个未来。假设你回去以后1个月之内你做不到尊重他，并且给他一个婚姻的话，你不要在这个地方轻许诺言。你还对他抱有希望，你真善良。因为你要，我一直都爱着他。如果我不爱他，他要走的话，我就让他走了。为什么我要来？我告诉你，问题就在这儿。我不想让他走。你要真爱他，你早让他走了。恰恰你不爱他，你才拖着他。爱的是你自己。我们没有办法替你做选择。你仔细想一想，你跟他了近3年，你得到的是什么？你冷静想，你不用回答我，你自己心里想就行了。你得到的是什么？选择权利是你们的。就是当你今天做了选择之后，我希望你以后也别后悔。你兄弟，很多想法是错误和偏颇的。我也不说你故意欺骗吧，但是你骗的还真挺狠的。如果这个傻姑娘今天留下来就要跟你在一起，我希望您能对人好一点。想好，每人1分钟，说点实际的，别说骗人的话，别说借口。来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亲爱的，或许我没有资格教你。以前我的确骗你挺多的，在孩子的教育方面吧，我的确是我感觉我做的还是真的不对。子不教父之过嘛。本身我感觉我自己就挺缺乏教养。我觉得咱家这孩子也不能缺乏教养，让你帮我以后就交给你，让你帮我教养。当然呢，通过这个节目以后，我希望马上咱们我定个名分，就是你跟我回家，然后咱们把记登上，然后咱们要一个咱自己的宝宝。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，真的，我真希望你能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。其实以前我还是为你做过许多事儿，就是被你感动的。但是经过发生这么多事嘛，我现在就是脑子特别乱，我想想一下。我真的是以前我挺混蛋的，我挺不是人的。但是我今天我真想明白了很多，我不能再亏了你，不能再辜负你了。因为我以前已经对不起过一个人，我不想再对不起另外一个人了，知道吗？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一定会珍惜这最后一次机会的，我一定会珍惜我身边的人的。还是我再考虑考虑吧，因为毕竟发生这么多事嘛。如果说让我马上答应你，我也现在做不到，我想一下再说。2位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。你们觉得他们俩今天最后是订婚了还是分手了？哪种可能性大？来，各位请选择。现场86.67%的观众朋友觉得他们俩不能在一起。涂老师，你站在哪个队里？出来肯定有可能。那你我都想好了，他一来我就走。13.33%是吧？我是不希望他们在一起的。但是我跟你说呀，你越不希望的时候，他就越成。气人就气在这儿，对吧？一起来数5个数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就是爱你爱谢谢你媳妇儿，谢谢你宝贝儿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给我机会的。来，过来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能对得起他的这份痴情吗，兄弟？亲爱的，我错了。这样，父母在你心里重要吗？重要。儿子重要吗？重要。你能跟儿子和父母说，你以后一辈子要对得起这些姑娘吗？你说，儿子现在已经大了，爸爸要全心全意的爱阿姨了。以后呢，她就是你的妈妈。爸爸想好了，回去就不管别人是反对还是怎么样，爸爸要娶阿姨做自己的老婆，我要用一辈子去疼爱她。这边我错了。李哥结婚证给我们发一个结婚证照片来，行吗？结了婚给点喜糖，行吗？行。来，有请小花童。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套装礼盒。当我们的男嘉宾把这个套装礼盒送给女嘉宾的时候，就代表着他对女嘉宾说：“爱要有你才完美。”感谢东尼佩吉钻石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钻戒。
既然你已经答应回家就领结婚证，你拿着结婚证，带着他，我们把这给你，在这儿再办一次求婚仪式。来，小朋友，你们从这儿走。听见？再说一遍，什么事儿？我马上回去跟他领结婚证。反正今天你让我把这给你，我真是，我说不出来啊！我刚才碰见一观众男生，也跟我说这事儿。我说我是赵川，我就不把戒指给他。啊，所以我一回来，你做的对。记住啊，只要你们拿着结婚证来，我就给你们办那个仪式，行吗？行吗？两位请回，祝幸福，请回。我倒希望，如果我们下次录制的时候，这对人能来，那就皆大欢喜了。如果等